耶！博君来了，哇，真久无看，对啊，很久没有听到你喊担当来了，这样。那我们要来一下啊，因为坐着没办法转啊。担当我来了，你来了。听说你今天带了一个好东西。对，我今天带一个好东西，因为我们是这样，就是之前这一支啊，我是许愿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因为其实国外算是有点不好找，那女生已经很尽力帮我找了一个，可是结果找回来发现呢是版本不同，对，它好像是可能有5年的历史。哦，所以它的外形长得不太一样。OK， 对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，其实味道一样，但是它的造型有变过。是，那对于其实以这个收藏家来说的话，瓶身也是主要一个参考的指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一个商品的呈现不是只有它的味道，对，包含它的造型啊，是包装啊，这都是整个团队用心的结果嘛，对吧？对，都是一个部分。OK， 对。那这一支品名叫什么？你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这一支品名叫做，它是 Xerjoff 的 XXY， 是，对 XXY， 对 XXY。那你找的是什么版本？我找的是近代的，哦，比较后期的。对，就是它现在的包装一律都改成这个样子。OK， 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把它拆开来就知道，再看一下它的样子。那我们一个来，先从你的这一支开始。好，然后我们再一并这个打开旧款的，没问题，欣赏一下，让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这样。对，好来。那这个它是就是 Xerjoff 的这个17/17嘛，是对。要不然之前我们拍过2支，对，一支巧克力，对，还有一支富裕之木嘛，对不对？Rich Wood， 那这是我第3支。OK， 对，因为17/17 Stone Label 它是一个他们家比较稍微贵一点的系列，是应该算是他们家最贵的系列了。对，那我觉得瓶身的收藏性很高。OK， 就是我喜欢它那个半宝石的那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，事不迟疑啊。好，我们前面2片都是同样的圆锥的形状的，是不是？它就用像是热气球的那种形状，热气球。而且那造型其实也看起来很有复古感，对对不对？它就我觉得很就像豪哥说的，很讨喜的样子。对。我先开这个，因为它这个都会卡住，你要小心点。哇，它也是，你看它连字啊都不一样，对，对吧？早期的字体设计比较稍微方正一点，给镜头前的朋友看一下。对，这个是近代的啦哦，那这个是可能前一代的版本啦，前一代的版本。而且你看这个17也写的不一样，写的不一样，对，对。这个就像是我们那个车子啊，以前方方正正，然后后面就越做越流线，对不对？对，越来越圆弧这样的感觉。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不一样哦。对。哇。对，这很赞哦。有，我们直接这样观众看得到。可以，我来到镜头前帮你递一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。好，我们开哈。OK。安全性都还没有开过。哇，我记得啊，这个宝石上次是芝麻点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像巧克力饼干。对。哇，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吗？当然了，这就是要拿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这好漂亮哦。好，圆锥瓶，哇，热气球，然后再配上一个尖尖的头。对，豪哥说这个是像钢笔头啦，对不对？我说像钢笔头，他说是教宗的帽子。教宗的帽子。对，意大利嘛。OK， 梵蒂冈。对。那这个宝石，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宝石它的特殊之处好不好？它在这个国外，他们叫做这个 semi gem， 就是说叫半宝石。那这个半宝石就是说，它是一种矿物，但它又不像黄金是这么昂贵，所以它就是取自天然矿物，然后割下来，然后成为它的一个瓶子上的象征。所以，因为每个矿物它的纹理啊都会不一样，就即便你是来自同一颗，
对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瓶子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对，就在它那个宝石的差别上。所以这宝石确实是特别去切割下来，是切下来上去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它，我觉得可能就是它成本的一部分。OK， 明白。好，来，好，那这一个味道，你应该有先做过功课了。这味道我都是先试完，我喜欢我才会买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味道一定就是，因为我们买比较久了，所以都还是会希望，就越走后面越来越保守嘛。以前都是先买了再说了，先买再说。对对对，那后来会先做功课，自己先闻了到底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嘛？对，可是我一直觉得就是 Xerjoff 他们家的香水很有趣的地方是，我一开始闻我都不喜欢啊。跟 Tiziana TT 一样，我都不喜欢。就我觉得，因为意大利他们那种花果香气用的很重啊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哇，那不是一个你一开始会很习惯的味道。因为毕竟欧美那边的喜欢的气味跟亚洲是有完全不一样。可是很有趣啊，你闻它，你闻了2次、3次，甚至第4次之后，你就觉得这个很耐闻、耐人寻味，是，所以你就越来越喜欢。对，最后。钱包就破了。是，这很像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追女生嘛，就有一些女生让你一看就觉得哇很漂亮，很喜欢。对。可是有一些女生她可能一开始没有说哦让你很吸引你，可是你会越跟她相处，你会觉得越她的美好。对。哦，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，近期我也很喜欢 TT 跟 Xerjoff 这2个牌子。对。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后调就是很迷人。是。哦，可能我们有同样的感觉啦。对。那到最后就觉得好了，应该要收一下，然后我们就收了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对他们家的东西我是很满意的。是。对。啊，这个提到这边，顺便还是要跟老板讲一下，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牌子啊，就是它这个我们因为台湾有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去翻译过它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我是有给他帮他取一个小名字。这个吗？就是这个牌子。OK。对。叫什么？我一直觉得它比较适合翻叫做色乔夫。色乔夫，因为它是念 Xerjoff。哦，对，以发音来看，它其实是比较接近的。台湾翻它西决夫，台湾没有翻，那是中国翻的，中国翻的，那是中国翻的。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证明，对不对？色乔夫，对，约瑟王的约瑟王的瑟，好，对，就乔瑟夫反过来这样子。OK， 我这样会不会很挑战？没有，那可能那个名字更换要 Cindy 来处理了。没有啦，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是打他的英文啦。对，因为其实他的那个老板叫做 Sergio Momo，所以其实他就是他的名字去改字的，他是 Sergio，就是 Giorgio Sergio， 他是 Sergio， 对，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那个音译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他可能看香喜欢看就是各个平台嘛，啊，有些翻译其实有时候就没有追到那个最精华的部分，对我其实蛮喜欢台湾的翻译的。我觉得台湾翻译是原屌打他国翻译，对，他国事务。好，太敏感。不会。来，那我们试一下。好，来，这好漂亮哦。对啊，这个蓝啊，又跟我上次看到的不一样。我上次看到的是全蓝的，而且这上面还有点。对，它还有就是有点小矿物的感觉。我之前看到是整个都蓝的。对，是。好，那老板来试看看。哦，很期待哦，这一定是你喜欢的。好，那可以现场我们的贤哥要不要来试一下？真的啦，没关系啊。低调，赶快先回啊。我不太清楚你想。我也来试一下。柑橘新香调。柑橘花香，尾段是木质。哦，对。要不要来一些？哇，这个花让我闻起来是春天的花抬头起来了。它就告诉你，我的味道在这里。对。再多喷2下，太香了。哇，这个喷下去，心情会亮起来哦。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形容一下，给你什么感觉？
你知道这个名字啊，它取叫 XXY 啊。那这个 XXY 是什么东西？因为我们人类它的染色体对有46条，23对。那最后一对呢，它是一个叫性染色体。那女性是 XX， 对，男性是 XY。OK，那他故意写成 XXY， XXY 其实就是说呢，他形容这个男性跟女性的这个美好，全部结合在一起，交织在一起。哦，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是，你知道他这个一开始的开场那个柠檬的香气啊，对，就是很盛大、很柑橘这样，对，然后就会觉得哇，是一个美好的清晨，你准备去见你这个喜爱的人，对，所以你整理好自己之后，你走过这个街角，花店，买了一束鲜花，白色的鲜花，是依然茉莉，然后呢，准备去跟他见面，有感觉。对，在欧洲，你的画面应该就是欧洲的花店的街角啊，对。我发现说，其实他们街角，即便是连这个等于是我们所谓的地摊式的这种花店，都相当的有特色。那画面就很像你刚刚形容的，去这个街角买了一束花，准备要去见心爱的人一样。对，这个心情。OK， 所以你觉得时间应该是用在什么时机点呢？早上、中午或者是下午？我觉得它是早晨的味道，一早的时候就可以用。一早的时候的味道。对。我们要不要让大家看一下它的香调？好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开一下啊。对。那心情上呢？你边看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会去用这一支？它是很自信愉悦的，然后会让你就是觉得说，它让你充满期待，因为你准备去见你的另外一半嘛，对不对？你准备用着这个最自信、最帅气或最美的那一面去迎接他。对，就是把自己打理得好好的，好，前天也睡得很饱，对不对？最好的展现都留在那一刻，这样子。对，我自己的感觉，我的画面其实是很丰富的，色彩是非常丰富的。但有时候色彩丰富，就让人家觉得心情是跳跃的，就是你讲的，就我觉得非常的活跃，有精神。对，像我们很多这个 logo 的设计，你知道，像这个几个经典的，让人家呈现说它这个公司的文化跟气氛，像 Google， 对，就是很多色彩元素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这个那个 eBay 有没有？eBay 黄色、绿色、黄色，对。那我觉得这一支给人家的感觉就像这个颜色的呈现，非常色彩缤纷。对，香调来这边。好，我来前面给大家，哇，有桃子啊，桃子，所以它就有那种甜甜的感觉。OK， 来，香调在这里，桃子、香柠檬，事实上香柠檬一开始非常的鲜明了，非常鲜明。还有葡萄柚，中调鸢尾嘞，鸢尾、依兰、黑胡椒、茉莉，那基调是广藿香、香草、香根草、麝香、檀木、劳丹枝，哇。所以它的尾调做了一个就是比较，我们叫做比较那个 masculine 那种男性特质的香材，檀木嘛，是广藿香这种东西的结合这样子，对 ，OK。所以它其实这个味道算是做的很中性，是。你前面桃子，我们讲这种比较甜的这个味道比较适合一些，就是女性的感觉，然后现在慢慢到中后段，就觉得它越来越开始呈现出这种交织的样子。OK， 所以也有如同它的名称取的，男生的最美好的特质跟女生最美好的特质融合在一起的感觉。对。我中段的黑胡椒就开始明显了。对。OK， 那你觉得在什么样的场合，那什么样的衣着？当然，你已经买了一束花了啦。是，我也买了一束花了。那你会怎么样装扮你自己，然后去见你心爱的人？适合怎么穿？哇，我其实觉得它蛮适合。如果男生要穿白西装，对，女生是白洋装。我觉得这个味道给我的样子就是一个白色的样子。OK， 对，非常纯白、纯洁无瑕，一切的美好的那种感觉。对，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杂质在里面的感觉。对 ，OK， 对，那看来这个女生应该是刚认识了。
才会没有渣，不是这样吧认识久了，认识久哦，这是对，那个要那个透析一下，蒸馏一下，哇，很香哦。有，我觉得它中段开始变了，对，它开始已经在起变化。我觉得这是老板你会喜欢的味道，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白花的味道。对，对，那而且它的鸢尾一开始没有很明显，但是现在慢慢的在出来。对，哦，那种干净的味道嘛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后调嘞，这一支你之前闻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后调怎么会变转成木质调？它会转成木质调，会让你觉得很沉稳。哦，这就是两个人已经融合在一起。对，本来去吃饭约会，然后最后融合在一起，呃，就 XXY 了。对，红标，没有了，没有，就其实发现，就其实就也有点象征说，两个人很有默契了，他们已经算是一个认识很久了，然后都很有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彼此，就是不说话都知道，一个眼神就知道，哎，你在想什么，或者是你的下一步动作会是什么了哦。对，很像人家说，一个半圆遇到缺角，完全融合在一个最美好的呈现，一个圆在可以滚动这样哦。这个味道亮，那可是也有沉稳，要让人家亮的又带沉稳，我觉得这个表现不容易。是啊，好，通常亮很快就带走了，对不对？留不住，但是它既亮又可以让它留得住，我觉得这个是它很大一个特色。对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是不是可以想象说，我们这个男女之间呐，在一起有这个互补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是，女生她可能活泼，对，男生相对要沉稳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油门，另外一个就是刹车，是，互补。OK， 那我现在现场观众也很期待我们这个刚刚讲的另外一个版本嘛，老版本，对，我们就今天这个新旧两个世代一起给大家看一下，交流，对，来，一样的盒子啦，这个就没变了，对，哇塞，哦，那你看它这个两个版本又写不太一样哈，对，字就不一样喽，对，哦，那这个是旧版，是老版本，对，老版本，哦，哎，宝石好像也不太一样，宝石也不一样，对，你看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旧版本的，旧版本就很像是这种老爷车，对不对？对，方方正正的那种刚正不阿的感觉，是，也比较像宫廷有线条，或者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比较有这种线条。哎，对，这真的很像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教宗嘛，那很像放在那种教廷里面的一种是装饰品，这样对不对？对，来新旧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对，比较一下。我相信喜欢方正的人一定也大有人在，这种复古瓶身，对不对？是，这两个给大家做一下瓶身的比较，确实各有不同特色了哦。是，说实话。那旧版的它这个宝石是比较大片一点，那新版它是宝石比较凸比较厚一点，对，比较厚实一点。那这个新版的流线感比较多，连头都是稍微比较流线。那这个就是方方正正，有板有眼。OK，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型啊。是 OK。那味道呢？要不然我们也试试看？当然，好不好？旧版试我们也来试试看。好的，都是100ml的。对，好，来，那这个我就喷在手上。OK， 这样可以。OK。哇，你新版的这个中后调开始美丽了呢。对，很好闻哦。对，这个很像，很兴奋的去见到他，然后开始谈恋爱之后，越谈越有深度的那种内容。我发现说，眼前坐在我面前这个女孩子，不是只有长得漂亮，是跟她谈话就觉得如沐春风，我得到学习，知性。对，
我们男生去看她就是知性美女，对，女生看男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，对不对？她不是只有外表而已，她还有内涵。内涵，对，这个女孩子非常厉害，其实我觉得这一支闻起来更浓郁。对我有这个感觉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是因为它放的够久了。对，了解。它爽。所以你觉得香水跟酒，人家说酒放久了也会有越沉越香，对不对？有这种感觉，所以香水其实也有这种。可是这个必须要说，就是它也要是好的香水，尤其是香精。OK， 所以它这个系列都做 parfum， 就是香精，对吧？parfum，你那支应该也是这么写的。哦，以前还是淡香精，后来改成 parfum 了。对，所以其实一个好的香水啊，其实你不用怕说它放了很久会坏掉什么的。这支已经放至少有5年了，对，它还是这么的香。有，对，它是这么的香。不错。我觉得酷。这一个旧版的，它没有一开始年轻的这种跳跃的那种感觉，可是它一给人出来的时候，就很像我们已经坐在餐厅面前，这种我们已经见到面的那种。对，他没有就是走过街角买花啦。对，已经穿好衣服就直接去餐厅吃饭了。餐厅见面了。对，餐厅见面了。酷，我觉得这个后面的变化也会很有特色。是。好，那我们前调这2支我们都试试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待会我们再跟大家讲新版跟旧版前后调的不同。没问题。OK， 好，待会见。谢谢那个矿堂小开，回头见。等下见。拜拜。好，那我们回来了。我觉得这2支同样一个香调，但是目前让我感觉分别不一样。年轻的新版，它的味道就是亮的，即便它中后调的转换，你都还是觉得它是亮的、明亮的。那可是这个旧版有旧版的沉，是啊，虽然香料走法都一样，可是你就会觉得它饱满，非常的沉，很沉稳，比较浓郁，对，比较浓郁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放久有差，是，但是走法完全都一样哦，好，但是你会感觉出它一个亮，那一个是这个很像好酒顶昂的那种感觉，那你自己现在前后调的差别？我一开始喷，刚刚因为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开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蛮意外的，因为它跟我那时候在试管闻起来的厚重度不同。我在试管闻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这个的，旧版的。OK， 然后这个我就觉得，怎么那么轻盈，就格外轻盈这样子。后来发现，确实有可能，因为它蛮新的嘛。对，它有那种我们刚喷，还没有经过这个时间岁月的这个淬炼跟陈化嘛，所以它就像是一个，我们这样比啊，这个我觉得就像是差不多我们20时候谈的一个恋爱。对，举例举得真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轰轰烈烈，对，就是要让你知道我就是正在谈恋爱，对不对？好像大家都要知道了，随时去哪里就要打个卡啦，我要这个分享一下我现在在哪里这样的感觉。对，那这一支反而就是像是35之后，就像静静的2个人谈个恋爱这样。对，你们2个人关系依旧没变，一样的好，只是更紧密，更稳定，是，然后不用告知天下，对，我们2个人都知道了，都很清楚了，对，形容的真到位哎，你是太会讲了。没有，我到底有没有按 play？ 有，我虽然没录进去。那我们重播一次。我看一下，有进去哦，好险。对，真的这个形容的很好。它虽然是不一样，新跟旧，虽然走法一样，但是它给你的沉稳感就是不同。是啊，对不对？是啊。那现在后调，你的感觉？我觉得我刚刚
我们刚刚中段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我觉得这个中后调越来越美嘞。是啊，就很像，就是我刚刚前面一段有讲到，坐在你面前这个女孩子，你是跟她聊得出东西来的，不是只有外貌而已而且渐入佳境，感觉越来越好。对，从一个柠檬、桃子这么一个清新开场，是第3道这个檀木、广藿、香草，对，这样子一个比较沉稳的基底，我觉得这很厉害啦。因为一般的香水，你会觉得说，他可能做柑橘，他做柑橘；他做花香，做花香；他做木质就做木质。是，他把他的这个他想传递的这种演示，就是演绎的非常好。是。所以一开始你会觉得，这喷起来，我们是会觉得它有点，女性特质的香。到现在，哇，这个男的很迷人，对，很有气度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这一支把这种恋爱中男女最好的特色跟最好的一面，把它呈现出来，好，把它融合的非常的到位。那我觉得这一支也属于中性香水啦。是，它是很中性的。对，如果是在这个调性上，你会把它定义在什么样的调？木质花香。木质花香。对，我也是觉得木质花香。但是我觉得它的花，在我身上是大过于木。你是花香大过于对，但是你是木大过于花。我也是花大过于。你花过大过于木 ，OK。我觉得可能是这样，可能因为我们男生。那可能在女生上不太一样。有可能，所以我们要问林心地就对。我们问林心凌。林心凌。林心凌。我们讲都他也听得到。我们在这味道闻起来，我们觉得就是花香比较重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现在在女生身上？是啊，也是花香比较重的。你也是花比较重。对，前面，但后面我觉得男生的那种底蕴有出来了。对。OK， 那你觉得这是木质调还是？花香。花香。对，它还是以花香为主的香水。有没有感觉像谈恋爱的味道？有那种到最后有融合的非常好的感觉。因为它就是叉叉 Y 这样，对，就两个人最后就是交叠在一起。是这样子吗？谁是融合交叠融合在一起，交叠在一起啦，有上有下，有前有后。我觉得他有把大自然中就是花跟木的部分，就是都个别诠释的很好，最后又有把它融合在一起，就是整个那种它的那个名称诠释的非常的好。那等下就是你30秒了。30秒哦，对啊，期待你30秒哦。单缸30秒。单缸30秒。OK， 好。那所以如果以木质花香调这个调性来说，你会给它到几分？10分。10分。对，这是高分哦。为什么？你要给个理由。因为这个香水我是试了又试，我先买分装试了又试，然后试到最后我真的觉得它太好了，我才要买它。对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它值到的，至少我最后要买它的时候，我至少觉得它有8.5分以上的水准，我才会下手。我才会下手。对 ，OK， 因为它单价就是比较不菲啦。对，所以难免要稍微再想这样子。那如果真的很喜欢，我觉得那个其实都无所谓的。 OK， 对不对？就是自己要喜欢啦，自己要喜欢啦。对，所以10分，17这个系列的，基本上我都给到10分了。OK， 因为他们真的是，你可以体现出这种原料最好的那一面，用最纯粹的原料去做出来。不管老板说，我上次那个巧克力记得吗？对啊，记得。很有趣哦，它开始出现沉淀。悬浮物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哦，在中间里面再吸出来哦，然后摇一摇就会再回去这样子。你放一段时间就会跑出悬浮物在里面。你知道那是要有
就是多，他们俗称叫做这个 raw material， 就是生原料的这种香水才有可能会出现的。之前会最常有这个问题，我们也不能说它问题，可是大部分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，就是雷拉布。对，因为对沉淀跑出来，像那派气，没有喷出来，超香。哦 ，OK， 你今天帮大家上了一个科普了哦。小教育一下。那如果有些沉淀喷出来臭的，那它坏掉丢掉了。OK， 因为通常只有浓度很高才有可能有这种特性，才有这种特性。了解，好，也是学了一课。对。好，那如果这一支木质花香调的话，老板给我喜欢它的，我觉得香水是这样，就是说你要跟同质性的一起在一起做个比较，你就会分别明白它各有的特色的好。我们今天试了新一代的这个版本跟旧一代的这个版本，对，虽然走法都一样，可是它让人家感觉就是年纪哦，你用年纪来区分，20几岁的恋爱跟35岁之后谈的恋爱，这真的非常到位啊，就是完全不同的呈现。但是走法我都非常喜欢，我会给他10分的话，我给他9.8分。9.8分，高分。对，因为这个是你买的，所以你10分。那我是卖的人，所以我只能9.8分。没有，你可以12分。这是必要的，因为这是好东西嘛。是，对啊，是。上次豪哥来拍一个摩托车联名款那个，我给到20分呢。20分，我给到20分，因为那个真的是排气管的味道。是啊，排气管还有机械零件的油的味道。那个就是一个梦想的味道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香水可以把它拟真拟到这种程度。是。所以我真的觉得西爵夫是近代2大香水品牌，就是我会认识 TT 跟这个色爵夫也是你跟我们分享，我们才知道。是，这真的是近期我这个还是要感谢豪哥了。哦，对，因为他没有推荐我不会买。真的，所以是他推你的。他那时候先拿了亚历山大来啊，那我想说这瓶子好可爱，然后我就开始开启了这条路，买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0来支了。对啊，所以真的是好，他真的是很厉害。是，感谢豪哥。每一次直播结束之后，你知道，我在探寻，因为我们都在线上都试喷嘛，给大家闻感觉。但是自己回去闻的时候，奇怪，我还调影片说这支到底是哪一支？我就发现啊，都是西爵夫的，是哦，厉害。而且边讲着，我觉得这一支的后面的花香又更美了，是耐闻，然后真的，它每一次都是后料，你大概放到7、8个小时之后，你都不用担心。对啊，我觉得它的特色在这，甚至你洗完澡，你都已经清水冲过，换上了沐浴胶，都洗完了带走了，没有，对不起，它还在那。对啊，而且味道更不一样。好，这香精迷人的地方是，对不对 ？OK， 浓度高，非常谢谢这个矿场小开。我想这个矿场应该是你家开采的吧？这个是吗？我是去挖的。我OK， 谢谢你今天带这一支，然后让我们有新版跟旧版可以同时做比较。这个真的也是缘分啊，因为我也不晓得市场上还有这个，对啊，这个我这真的很厉害。顺便借由影片跟大家再讲一下，对啊，这个牌子1717系列的这个 Xerjoff 的1717，对，他们家很多系列的，70、80支的香水，对不对？探究不完，跟 TT 一样。是，但是一本好的书，就算再厚，也值得你去翻阅，对不对？去探索，起承转合，面面俱到。对，谢谢你今天分享我们这一支。没有，谢谢老板。OK， 对啊，好，那就下回再等你的西爵夫来咯。没问题，好不好？下次我就拿月球过来。月球，我今天想带，真的吗？太重了，我背不完。下次就要让观众有期待的感觉，对，好不好？那下次等你的星球，没问题。OK， 下次见，谢谢，拜拜。